他是史上最弱吸血鬼，被人吓到死了，被门夹到死了，被打了一拳又死了。而这种废物杂鱼居然被称为无敌吸血鬼真祖。吸血鬼猎人罗纳德为了拯救失踪的少年，孤身一人来到吸血鬼德拉克的城堡，而就在他开门的瞬间，传说中的吸血鬼就被他夹死了。无敌吸血鬼德拉克从灰烬中重生，罗纳德掏出枪，咒死吧吸血鬼！德拉克被吓死，举着白旗当场投降。罗纳德不敢相信，你真是德拉克，不是什么热衷于 cosplay 的观光客。德拉克确实是如假包换的吸血鬼，但却并不是人类口中那种强大的存在。无敌之身真祖的传说只是观光巴士的导游随口乱讲之后传开的谣言，他本来也想澄清的，但当地人都信以为真，还利用这个传闻复兴乡镇。这种气氛下，他实在是说不出口啊。罗纳德表示明白，德拉克其实就是个废物杂鱼。德拉克很生气，他在格斗游戏方面可是很厉害的，缠住罗纳德要和他打一场，结果又被拍成了灰。不仅是个杂鱼，还有异常性癖，简直无药可救了。罗纳德让德拉克把抓走的少年揪出来，结果一扭头，那个被抓走的少年正在一旁旁若无人的玩着游戏。德拉克这里的游戏太齐全了，小屁孩每天都会来玩，因为吸血鬼白天都在睡觉，所以一直都没察觉。只是今天为了通关，一不小心玩得太晚了。德拉克很生气，居然擅自入侵他人的城堡，还以为能平安的离开吗？小屁孩淡定的看着德拉克，来了一句：“你长得真丑。”他又被伤心死了。罗纳德要送小屁孩回去，结果小屁孩害怕现在回去会被妈妈臭骂，一蹬滑板跑走了。德拉克当场支棱起来，别以为能在他的城堡里赢得了他，结果一开门就被埋伏在门口的小屁孩踢成了灰。城堡很大，小屁孩一眨眼就跑没影了。罗纳德威胁德拉克赶紧带路，当猎人可不是只要够强就可以，要是缺乏知名度和人气，委托是不会找上门的。所以他总是以帅气潇洒的态度对待委托人。好不容易有了现在的名气，要是委托人家的小屁孩出了事，他明天就要变成无业游民了好吗？小屁孩突然出现在2楼，罗纳德半天找不到楼梯在哪，德拉克哈哈一笑，他就先变成蝙蝠飞过去了。希望罗纳德赶过去的时候还来得及。一阵烟雾过后，德拉克顶着一颗巨大的蝙蝠脑袋，物理上诠释了什么叫脑袋以下全是腿。完蛋，太久没变身了，忘了怎么变，而且还倒霉的变不回去了。德拉克哇哇大哭的追逐罗纳德乱窜，要他给自己一记手刀，只要复活就能恢复原样了。这什么离谱的重置按钮啊！罗纳德一巴掌拍死了蝙蝠脑袋，小屁孩居然还在悠闲的拍照。罗纳德气坏了，就是因为他们这种缺乏危机感的人，才害得他们猎人的工作量增加。小屁孩才不吃这一套，反手就要把罗纳德的差劲态度发到网上，吓得罗纳德马上道歉。做这一行就是靠人气吃饭，言上最要不得呀。罗纳德决定找个东西勾引小屁孩上钩，说着搬出了自己的自传小说，随身带这东西你也是挺了不起的。德拉克提议，两人联手夹击，他从另一侧的走廊绕过去，让罗纳德从面前的通道追上。罗纳德走后，德拉克阴险的一笑，其实面前布满了对付入侵者的陷阱。结果下一秒，罗纳德突然抱着一只会放电的大眼睛跑了出来，反倒是德拉克被电成了灰。罗纳德就知道这阴险的吸血鬼没安好心，拽着德拉克走进去一看，好家伙，满满的陷阱。德拉克不小心踩到了毒瓦斯，两个人一阵夺命狂奔。进了房间后才发现，小屁孩居然还在玩游戏，人家根本就没中招。罗纳德说什么今天都要把这小屁孩带回去，结果拉扯间不小心踩碎了德拉克的游戏机。德拉克当场发飙，召唤出一堆激光眼，他一定要让这两个愚蠢的人类付出代价。结果一个响指下去，激光眼的激光居然是对着他发射的。原来是小屁孩把机关设定当成空调开关重新调了一遍。德拉克打开大门想跑，结果忘了外面还有毒瓦斯。罗纳德夹着小屁孩跳窗逃命，玻璃碎片导致激光眼故障引发爆炸，整座城堡都被烧着了。家被烧的德拉克心如死灰，说什么都要让罗纳德付出代价。但偏偏这个时候太阳升起，无敌的吸血鬼德拉克再一次化为一团灰烬。听说罗纳德为了除掉吸血鬼真祖，吸血鬼猎人周刊的记者专门去他家楼下蹲点采访，但杂鱼吸血鬼和小屁孩的事儿他实在说不出口。进门一看更不得了，德拉克为什么会出现在他家？吸血鬼猎人居然和吸血鬼同居了，被阳光化成灰的德拉克大难不死，被小屁孩铲进垃圾袋带回了家。不过小屁孩他妈不要他往家里捡垃圾，他就被扔了出去，家都没了，他就只能大包小包的来投奔罗纳德，甚至还带了自己的史摩丘恩，一只超级可爱的球鱼。德拉克认为他的城堡崩塌都是罗纳德的错，他说什么都要让罗纳德负起责任。他可是高知有胜的吸血鬼君主，是能够和人类社会共存的。罗纳德二话不说就用杀虫剂喷他。德拉克明明才是愚蠢又有害的低等生物。这时楼下便利店店主突然推门而入，没错，德拉克在门后。罗纳德吓了一跳，二话不说一把刚复活的德拉克给夹死了。没事，就是洗心革面前来打工的吸血鬼而已。店长现在也顾不上什么吸血鬼什么猎人，拽着两人就往外跑。原来他的儿子武夫被低等吸血鬼咬了，成了假性吸血鬼。原本是去医院打针就能治好的事儿，但武夫就是不听，挟持了店员惠里，非要变成真的吸血鬼。问他为什么要成为吸血鬼，武夫又说不出来。为了让中二青年放弃吸血鬼梦，罗纳德决定让他看个实力，比如一旁被自动门夹成灰
灰的德拉克，向往的吸血鬼居然像个金龟子一样死掉了。伍夫一脸看到喜欢的女生和大叔接吻的表情，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放弃成为吸血鬼，谁也别想妨碍他。既然如此，那就尊重他的意愿。复活的德拉克出现在伍夫身后，对他的脖子咬了一口。伍夫屁事没有。天天喝牛奶的德拉克被年轻男子的血油腻到当场去世。伍夫非常沮丧，搞了半天他还是无法成为吸血鬼。他原本以为只要成为吸血鬼，惠里就能接受他了。原来惠里也不值得将短暂的人生浪费在他身上，拒绝了伍夫的告白，所以他才想成为吸血鬼长生不死。惠里也面无表情地说出了扎心的话，他那只是玩具，而且他完全不喜欢伍夫，更别提伍夫还把他当成人质。这个月他就要辞职，和比他大20岁的有钱人结婚了。伍夫现在不想变成吸血鬼，而是想变成小鸟了。不管怎么样，委托还是完成了。偏偏这个时候，吸血鬼周刊的记者又找了上来，非要把罗纳德和吸血鬼联手的事写成报道，气氛都吵到这儿了，再拒绝也不合适了吧？而且这位伟大的吸血鬼猎人也有让他谈之色变的存在，那就是他的小说《罗纳德战记》的责编福坚先生。他的自传小说刚一出版就大获读者好评，而第2集的截稿日就是今天。福坚先生打电话来催原稿，但罗纳德还一个字都没写，吓得他收拾包袱就要跑路。福坚先生是秋天书店出名的责编，他的流派是南斗编辑战斧拳，武器是一把战斧。对，你没听错，入职秋天书店的必要条件就是修炼武术，学文救不了拖更的作者了，只能扛着斧头催更这个样子。之前罗纳德只是将写作当成兼职敷衍对待，直到福坚先生二话不说用战斧给他来了个处女衣服，要是让福坚发现他还没动笔，这次恐怕就要处女武器转行做女人去了。只是福坚又打来电话，他正在测试新做的铁处女刑具，听说罗纳德和吸血鬼成了搭档，他很期待看到这方面的故事。罗纳德灵机一动开始演戏，谎称德拉克突然发狂攻击他，根本顾不上原稿啊。福坚表示明白了，他现在就过去砍杀吸血鬼，这样就能拿到罗纳德的原稿了。罗纳德和德拉克双双傻眼，再这样下去他俩都得死啊。然而对策还没想出来，福坚先生已经拖着斧子到了门口，事务所突然停电，德拉克刚想趁乱逃走，一回头就撞见了笑得和善的福坚先生。黑暗中摸索的罗纳德突然被德拉克抓住，没办法，福坚说要送他最新款的游戏，给的实在是太多了。罗纳德一把抓起德拉克扔向福坚，扭头就往外跑。交稿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而罗纳德一出门就见门口立着一座铁处女，写不完是吧？给我进去吧你！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出来，硬核催稿，你值得拥有。为了存钱重建城堡，德拉克嚷嚷着要罗纳德付他工资，最好1个月50万，气得罗纳德当场动手给他碾成了灰。谈工资之前倒是先给我工作呀！这时同行打电话找他帮忙，一直能操纵植物的吸血鬼从吸血鬼研究中心逃走了，需要尽快将其驱除。罗纳德让德拉克不要妨碍他，结果一回头德拉克早就不见了。德拉克先走一步抢着立功，只要打倒吸血鬼成为英雄，别说什么升职加薪，把事务所抢过来自己当老板都不是问题。理想很美好，然而德拉克这个废物杂鱼连小学生都打不过，刚出门就被少年侦探团阿布少年猎人队踩没了一条命。德拉克赶紧解释他们找错吸血鬼了，他是人类的好伙伴呐。而这时真正逃走的吸血鬼出现了，对方可不是什么杂鱼，而是和他一样的吸血鬼君主。吸血鬼从花丛中现身，他的胯间居然顶着一朵灿烂的鲜花，还有触手的不停的舞动，如此狂野又兼具美感的造型，一下震慑了在场的4个小学鸡。德拉克觉得眼睛受到了霸凌，太变态了，完全看不下去。黄毛队友吓得扭头就跑，花朵哥立志要将他的花朵开遍世界，决定吸用没来得及跑的2个倒霉鬼做实验。只见花丛中开出一朵花，随后凋谢，花朵哥继续发力，居然结出了一颗果实。花朵哥拿着种子要他们吞下去，只要吃下种子就会成为血族，并获得他的力量。没有人想和变态一样顶着花快乐裸奔。德拉克和黄毛扭头就跑，谁知道花朵哥还能用自己的触手平移运动，一眨眼就追上了他们。既然如此，就只能战斗了。吸血鬼互咬的话，血脉浓烈的一方可以支配对手，如果德拉克的血脉浓烈就能够制服花朵哥，要是不能，大家就一起开心裸奔。德拉克试图赌上一把，然而他是个弱鸡，没过几招就当场去世。眼看花朵哥就要为祖国的花朵吃下邪恶的种子，罗纳德天降正义，一把追着触手将变态摔了出去，帅气利落的开枪制服。果然这事儿还得看专业的。至于花朵哥的下场，被一群大妈绑起来辣手摧花，可谓凄惨。罗纳德因为德拉克随地乱放棺材板而脚磕出了血，德拉克对臭男人的血一点不感兴趣，他最喜欢的就是年轻处女的鲜血，对只有这美丽后颈的女性垂涎3尺。罗纳德吐槽，他要是在外面讲这种话，绝对会被当成变态逮捕。结果说警察，警察还真到了。吸血鬼对策课副队长厨师前来调查和罗纳德同居的吸血鬼。虽然德拉克就是个废物杂鱼等级，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要看看他有没有危害他们的危险思想。罗纳德
刚想否认，突然想起德拉克上一秒还说要咬美女的脖子，偏偏来调查厨师的还是个女孩子。这要是被德拉克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他的吸血鬼猎人生涯不得彻底完蛋吗？为了不让德拉克和厨师见面，罗纳德恶向胆边生，决定先下手把德拉克给宰了。他接连使出猎人壁咚和反复横跳，可惜收效甚微。只是裘恩从房间里跑了出来，罗纳德又心生一计，在裘恩身上抹大蒜，一个飞球砸进屋里，只要裘恩能砸中德拉克，德拉克就能被大蒜臭死。利用屎魔杀人家主人，你好狠的心呐！然而这个计划还是失败了。经过一系列反弹，裘恩被卡在了衣柜上，反倒把德拉克给招了出来。罗纳德心想这下全完了，没想到德拉克在看到厨师后并没有发狂，而是非常绅士的来了个稳手礼，撩得小姑娘春心萌动，夺门而逃。调查就这么不了了之，这可是对待女性该有的礼仪，而且打好关系的话，说不定人家愿意让他咬一口。没想到不着调的废物居然还挺绅士，结果裘恩突然从衣柜上掉下来，正好砸中自己的主人德拉克足。这个萝莉是吸血鬼对策课的精英，以世上最年轻之姿跳级入队，并一口气晋升为副队长，在战斗方面无出其右，可谓是王牌中的王牌。而如此强大的人才，却对一只一天能死几十次的杂鱼吸血鬼讳莫如深。德拉克可是活了200多年的高等吸血鬼，他与罗纳德的战斗最后失去了城堡，之后却反过来获得了对方的信任。厨师认为德拉克绝对隐藏了自己的真面目，于是强烈要求让他去监视德拉克。厨师蹲守在了罗纳德家附近偷窥，正巧碰到两人出门，德拉克撞到信箱，当场去世。厨师懵逼了，为什么一走出大楼就死了呀？难道他其实真的很弱？不，绝对没有这种可能。厨师恍然大悟，他一定是知道有人在监视他，才故意装作很弱的样子。好重的心机呀！他居然连日常活动都如此谨慎提防，换成别人肯定被骗过去了，但他可是精英中的精英。厨师继续实施追踪，于是接下来他就欣赏到了杂鱼吸血鬼的100种死法：被狗吓到死了，被大妈强暴死了，发传单不给他气死了。厨师的思想再次低化，德拉克面对城里人都会装弱，难道说他的目标是掌握整座城市？可恶的吸血鬼居然如此狡猾！突然德拉克从他的监视范围中消失了，厨师四处寻找，发现德拉克被一群小学生缠上，因为对方讲话太受伤又死掉了。居然连小孩子都要装弱，难道是他不想让小孩子受自己强大的力量所伤？天哪，这也太亚萨西了吧！吸血鬼的心中居然还有爱的存在，少女啊，什么都脑补只会害了你呀！就在厨师一看不能窥见德拉克真正力量的时候，一只低等吸血鬼大蚊子突然出现。厨师下意识想要清除，但又转念一想，这正是见识到德拉克实力的好机会啊！随后他就见识到了德拉克大惊失色，夺路而逃，慌不择路，垂死挣扎，求恩格挡，最后还是卢恩英雄救鬼，一苍蝇拍拍死了大蚊子，也顺便拍死了德拉克。回想起自己之前种种低坏的猜测，厨师流下了羞耻的眼泪。笨蛋竟然是他自己，德拉克只是个单纯的废物而已。让他回到警察局，就被队长告知上头批准了他的提议。从此以后，德拉克就由他去负责监视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经过铁处女中心的辛酸写作，《罗纳德战记》第2季终于出版了。罗纳德准备去猎人公会里宣传一下，顺便带德拉克去打个照面。说是猎人公会吧，其实就是一间酒吧，猎人们也打扮的什么风格都有。有猎人问德拉克和猎人合作，不就是在杀害同伴吗？但是对于德拉克来说，只有血族才是自己的同伴，而他们血族都认为应当维护人类社会的运作，因此击倒对人类造成危害的低等吸血鬼或愚蠢的同胞，正是他所期望的。罗纳德毫不留情地给了德拉克一手刀，让他在自己办完事之前都乖乖地死在一边。德拉克到处找猎人搭讪，没想到吸血鬼调教师西尼亚对德拉克一见钟情，德拉克吓得登场化灰，然而这个变态居然连灰都不放过。吸血鬼调教师你听说过吗？就是把吸血鬼绑架之后调教成各种形状的猎人。罗纳德把德拉克送给了调教师，他早就受够当德拉克的保姆了，赶紧接受西尼亚的疼爱吧。随便拆散人家搭档确实不太好，猎人们看热闹不嫌事大。工会长牵头举办了一场德拉克争夺赛，用5局3胜的方式决定德拉克的归属权。比赛项目由双方轮流决定。罗纳德迫不及待想要甩掉德拉克这个累赘，第一局白手腕演都不演就故意输给了西尼亚。德拉克完全不想被调教，他说什么都得想办法自救，于是凑到裘恩耳边一阵耳语。第2局比扑克，德拉克指挥裘恩换走了罗纳德手里的烂牌，却没想到西尼亚本身就有一副好牌。第2局还是西尼亚胜，只要再输1局他就能摆脱德拉克了。偏偏这个时候福金先生打来电话，罗纳德战绩和吸血鬼搭档的故事很受好评，所以他建议将德拉克搭档驱逐吸血鬼改成故事的主轴。罗纳德汗如雨下，要是这个时候把德拉克让给了西尼亚，他非要被福金先生分尸不可。于是等罗纳德接完电话回来，气势已经完全变了。第3局毫不犹豫赌上了自己最擅长的射击。比赛开始后，所有的子弹都在瞬间命中靶心，总算扳回了一局。见罗纳德认真起来，西尼亚也不甘示弱，第4局玩起了成人扭扭乐。于是店里的猎人们就看2个大男人以各种
不堪入目的姿势在毯子上扭曲着，对福间先生的恐惧能战胜一切。为了不再被关进铁处女里，罗纳德奋起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最后一局，两人决定来一场公平的比赛。于是罗纳德指着德拉克的骨灰说：“来玩倒棒的游戏。”为了防止德拉克作弊，罗纳德直接插了十字架进去，可谓是心狠手辣。最终经过一阵激烈的角逐，罗纳德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西尼亚大受感动，罗纳德为了留住德拉克，居然不惜做到这种地步，简直让他怦然心动啊！没错，西尼亚移情别恋，爱上了罗纳德。某天上班，一只长得异常抽象的妖怪来到罗纳德的事务所，而这只像是大象、蝴蝶和蜥蜴杂交生的生物，居然也是一只吸血鬼。它的名字很长，我们简称为奇怪生物。奇怪生物有能变成任何模样的能力，但问题是它无法好好控制能力，所以来找和吸血鬼搭档了罗纳德，希望能得到改善的方法。在吸血鬼拥有的超自然能力中，变身能力也是相当复杂的一种，变身失败变成怪东西，或者变不回来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罗纳德本来不打算帮忙，毕竟他无法保证奇怪生物不会用这个能力去作恶。结果奇怪生物的能力突然失控，越变越怪，越变越猎奇，这东西就是给小亮看，他也鉴定不明白呀。原来只要想到色色的事情，奇怪生物的能力就会失控，放着不管实在太危险，要是被人当成水猴子就不好了。办法也不是没有，就是不想色色的事让他自己软掉。你们聊的话题是越来越不过审了呀。为了让奇怪生物软掉，德拉克不惜贡献出了自己的裸体，多少起了一点作用，但只是预料之中的皮包裹，没什么惊人的冲击感，气得德拉克说什么都要给他一巴掌。罗纳德提议转移注意力，比如看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结果奇怪动物心都脏透了，不管说什么都能联想到色色。而经过观察，德拉克终于明白了，从刚开始奇怪生物都是因为一些小知识和联想到的不可开交，明明是个色鬼，却说不出一点经验之谈，说明他只是一个整天只会妄想却毫无经验的晚熟男呐。要想用这种人妄想软掉并加以控制，就和要国中男生大彻大悟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他现在缺乏的其实是对于性方面的适应和抗性。罗纳德毫不犹豫地搬出了自己的多年珍藏，接招吧，色色冲击大法！这会口嗨的男高中生哪见过这种场面，当场大脑宕机，沉迷其中不可自拔 ，CPU 都差点干烧了。以惊人的速度吸收完之后，他获得了暗箱的满足感，也就是俗称的闲置时刻。而就在奇怪生物大彻大悟，没有那种世俗欲望，准备变回本体时，听说恶心生物入侵的厨师推门而入，随后就目睹了满地的色情杂志和一只奇怪的生物，不出意外的被揍了一顿呢。吸血鬼要吸食活人的血液，最好的方法就是招待人类来自己的城堡，而招待客人时最重要的就是美味的料理。所以自古以来，吸血鬼都非常擅长料理，连德拉克也不例外。秋天书店给罗纳德寄来了一箱蔬菜，结果打开一看，是一堆蠕动的吸血鬼化蔬菜。这种蔬菜不能直接丢掉，而是要联系吸血鬼研究所来处理。但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会因为处理不好吸血鬼蔬菜而被痛骂。德拉克提他们来吃吃看，虽然烹饪过程非常猎奇，但做出来的成品却意外的正常。而他吃完之后，罗纳德和裘恩当场升天。倒不是德拉克料理的问题，而是那些蔬菜本身就又酸又臭的很难吃了。吸血鬼化的蔬菜会将变异传染给他们的蔬菜，一个不注意，厨房就全被吸血鬼蔬菜占领了。罗纳德准备冲进衣柜拿去除低等吸血鬼的驱鬼剂，却没想到衣柜面前出现了一只芹菜怪。正义勇猛的吸血鬼猎人罗纳德最害怕的东西就是芹菜。罗纳德说什么也不要在厨房待了。裘恩不小心被大白菜吸了血，血让蔬菜的力量得到了增幅。罗纳德只好一咬牙使出杀手锏，他将家里的大蒜撒进蔬菜堆里，不管什么吸血鬼最怕的就是大蒜。吸血鬼会的大蒜瞬间就驱除了其他的蔬菜，当然也包括罗纳德。但问题又来了，吸血鬼会的大蒜又该怎么办？最后罗纳德还是给研究所打了电话，不出所料被狠狠骂了一顿。吸血鬼对策科又找来德拉克，不过这次来的人不是厨师，而是对策科的半吸血鬼半田。半吸血鬼是人类和吸血鬼的混血，具有探查吸血鬼的能力。半田和罗纳德一直不对付，虽然名义上是要对德拉克进行审查，但半田知道罗纳德之后就开始翻箱倒柜四处搜查，而且这个人也很实诚，直言自己是借着审查的名义过来找罗纳德把柄的。他和罗纳德是仇敌，因为罗纳德对他母亲做了不可饶恕的事。他的母亲原本是个高贵的吸血鬼，结果因为迷上罗纳德而成了罗纳德的粉丝，而他和罗纳德是高中同学。你能想象自己的妈妈对着同学监督的样子吗？所以半天发誓要把罗纳德的丢脸一面公之于众，让他社会性死亡，以达到让妈妈清醒过来的目的。半天以限量款游戏为利诱，让德拉克说出罗纳德的弱点。没办法，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德拉克暴露了罗纳德讨厌芹菜，喜欢欧派。结果这种常识半天早就知道了。罗纳德战绩的每一页都被他仔细标注过，本以为血海深仇，没想到是粉圈之争。半天迫切需要一些有冲击性的丑闻。德拉克突然想起来，在谈话前罗纳德说要去整理东西，而这个家一直
这都是他在打扫，难道罗纳德有什么必须要藏起来的东西吗？为了找出罗纳德藏起来的东西，两个人开始在客厅里上蹿下跳。德拉克还特意安排裘恩去被罗纳德送饭拖延住他们则想办法打开上锁的衣柜。毫不知情的罗纳德还以为裘恩是来安慰他的，求学善良的小心灵遭到了极大的谴责。德拉克让半田杀了他好化成灰钻进衣柜，一番操作后还真让他找到了罗纳德藏起来的秘密。半田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揭穿罗纳德丑陋的一面，结果那东西居然是半田妈妈寄给罗纳德的粉丝信。罗纳德就是怕半田看了之后大受打击才藏起来的。半田血泪横流，破窗而出，他一定会回来的。之后，对策课接到了罗纳德的电话，要求他们赔偿窗户的维修费。这个吸血鬼是个变态，他会在深夜随机用血液变成的刀刃劈砍无辜路人，并抽取对方的血液。因为作恶多端被全国通缉中。为了抓获名为噬刀杀人魔名童的吸血鬼，吸血鬼对策科向猎人工会寻求帮助。对方是 A 级以上的吸血鬼，而且还有不死的特质。他利用超自然的方式将等同于灵魂的东西与肉体分离并藏了起来。如果不先将那个破坏掉，杀人魔是不会被杀死的。猎人和对策科齐齐出动，找杀人魔的灵魂并加以破坏。罗纳德不在，无聊的德拉克带着裘恩到河边闲逛。裘恩从土里挖出一口小小的棺材，德拉克打开一看，里面居然装了一只诡异的人偶。虽然一看就是什么很不妙的东西，但德拉克还是二话不说把东西给带走了。没办法，就是喜欢作死。而在德拉克离开之后，被通缉的杀人魔来到此地，惊悚地发现自己分身体消失了。没错，就是德拉克拿的那个人偶。话说，这不你命都重要的灵魂埋的也太随便了吧？狗遛弯路过来都给你刨出来。这时，熊孩子三人组路过，杀人魔掏出血刃就要给他们好看，却突然惨叫着摔倒在地。德拉克一不小心把人偶掉在地上，并踩了一脚。而人偶和杀人魔本体之间是有共感的。熊孩子艺高人胆大，发现杀人魔就是被通缉的吸血鬼后，反手掏出浆糊，恶整了一顿杀人魔之后，拔腿就跑。德拉克带着人偶来到猎人工会，见罗纳德不在，就点了杯牛奶，边喝边等。追着分身的气息的杀人魔来到街上，正好遇到巡逻的厨师。他本想了个背后偷袭，却没想到会长的女儿不小心把牛奶泼到了人偶身上，杀人魔被烫得满地打滚。然而这只是他噩梦的开始。德拉克给人偶擦脸，差点捏爆他的眼球。而从厨师的视角来看，就是一个醉汉莫名其妙滚到他面前惨叫。杀人魔非常愤怒，刚想发起攻击，胯下就突然传来了断子绝孙的剧痛。德拉克见人偶碍事，居然直接将他插进了板子上，这种痛苦是个男人都忍不了啊！杀人魔痛不欲生，厨师也吓坏了，这是突发恶疾了吗？需不需要叫救护车呀？杀人魔挣扎着起身，今天说什么都要杀了厨师，却不想德拉克居然撕掉了他湿哒哒的衣服。杀人魔当着厨师的面上演了一场变态暴衣，厨师二话不说就要拔刀，太可怕了，居然是暴露狂，以为这就是社死巅峰了吗？远远不是。西尼亚见人偶没衣服穿，热心给他套上了一套性感兔女郎，是变态，确信是变态无疑了。厨师说什么都要以猥亵罪将这个暴露狂捉拿归案。杀人魔夺命狂奔，至少也让他以杀人魔的身份被捕吧。他追他逃，他插翅难逃。好不容易快要找到自己的分身所在，德拉克又一不小心直接把杀人魔压成了瘫痪。变态杀人魔足，一只叫普斯的野猫闯进了罗纳德家里，爬进天花板管道的深处出不来了。罗纳德和德拉克以及前来巡查的厨师正在想办法把猫弄出来。德拉克提议让裘恩去舒服对方，结果裘恩的壳太硬卡在管道里，还惨遭猫挠脸。厨师提议用吃的把猫引出来，桌上还有德拉克昨天烤好的饼干。厨师尝了一口之后就停不下来了，做的这么好吃，男人你是不是想勾引我？想了半天还是把猫下出来比较快，遇事不决就杀德拉克往缝隙里倒灰。德拉克进去了，但他一直在把猫单方面暴杀。很快德拉克发现了不对，但等他提醒已经晚了，跳出来的猫狠狠给了厨师一口，它居然是一只拥有催眠术的吸血猫。厨师被控制成了猫奴，反手把想要制止他的罗纳德摔下了楼。这是一只吸血鬼猫，他想要将全世界人都催眠成猫奴，为他进些猫罐头，只要愿意投降就可以摸他的毛屁股哟。居然还有这种好事，搬砖暂停，我来。罗纳德石动燃具，却不慎被早就催眠的裘恩偷袭，也成了猫猫的奴隶。这一下就只剩德拉克一只鬼了，催眠术对同族不管用，于是猫猫决定把德拉克抓起来当猫砂用，铲屎官都不需要，直接当厕所。罗纳德说德拉克做饭很好吃，于是猫猫表示德拉克以后每周当3天厨师4天厕所，他居然想吃厕所做的饭，实在是太变态了。猫猫只是奴隶，轻而易举的把德拉克拽了下来，却不想德拉克居然留了后手，他事先打通了福建先生的电话。下一秒福建推门而入，德拉克哈哈大笑，这就是他们的王牌，活生生的人肉战俘。但他万万没想到，福建先生不用被催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猫奴。猫猫入侵世界，人类要灭亡了。但是怎么说呢，灭了又没完全灭。福建先生对喜欢的事物充满了独占欲，简而言之
就是个病娇，猫猫这么可爱，当然只能属于他一个人。反正就是这样，猫猫危机解除了。事后福坚将猫猫带给他们来看，可怜的猫猫已经完全被调教成了福坚先生的样子呢。休假日，罗纳德外出，德拉克就在家里和裘恩打游戏。坂田突然不请自来，他今天休假过来找德拉克玩。为了难得的休假日不被打扰，他在大楼四周设下了芹菜陷阱，到人家这里玩还不让主人回家，不愧是你。罗纳德发了一堆求救信息给德拉克，都被他无视了。德拉克很好奇坂田和罗纳德之间的恩怨，就见坂田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个投影仪和一堆资料，就让他详细讲讲他和罗纳德之间的爱恨情仇吧。是黑粉吧？这绝对是黑粉吧！简单来说，就是从开学第一天开始，坂田就单方面的把罗纳德当成自己的敌人，像缠人的地雷一样，以击败罗纳德为目的展开了行动。可以说是有阴沉又充满了活力的青春。坂吸血鬼可以藉由服用血液药剂短时间提升身体能力，他利用这个能力在罗纳德上学的路上挖地洞，用桌子排大字，把罗纳德爱吃的面包全包下来。学校的报刊记者硅谷天天追着他跑，每天报道他的奇行新闻。德拉克忍不住吐槽，比起恩怨实录，倒更像是他给罗纳德添麻烦实录。坂田表示那都不重要，他曾经可是救过罗纳德一命的。某天黄昏，罗纳德三人将体育器材搬到仓库，却不想铲子卡门，他们被关进了仓库里。偏偏这个时候，仓库里出现了一只吸血鬼，还是某种色色番剧里才会出现的只溶解衣服的软体怪物。硅谷第一个被抓住，等罗纳德把人救出来，硅谷的衣服已经被溶解成高叉泳裤了，让罗纳德帮他撑10秒钟。坂田克雷要奔向角落，抄起吸血鬼扔进了开启的热风机，吸血鬼瞬间被烤干，可惜他还是晚了一步，罗纳德的衣服也被融成了高叉泳裤。最社死的是，老师这时候也到了，坂田戴上口罩，深藏功与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确实救了罗纳德一命。如果那个吸血鬼不是他自己放进去想整罗纳德的，就更好了。坂田得意地谈起了罗纳德穿着泳裤和他道谢的样子，殊不知沾满情字的罗纳德就在身后听完了整个故事，愤怒地给了坂田一记升龙拳。一只吸血鬼突然闯入罗纳德事务所，说有人在追他，求罗纳德让他躲一下，语气实在太过焦急，罗纳德根本无法拒绝。两鬼一人躲进了天花板上，紧接着一个丰满的女人闯进了事务所，跟踪狂一样的寻找着躲起来的吸血鬼。吸血鬼叫亚当，是个混入人类社会的半吊子。2个月前，他饿得不行，在街上搭讪了一个小姐姐，却没想到吸引了这位女中豪杰西美的注意。西美对亚当一见钟情，开始像痴汉一样疯狂纠缠他。亚当只好告诉他自己是吸血鬼，却没想到西美更加变本加厉，要求亚当吸他的血，再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亚当委托罗纳德帮他摆脱西美的纠缠，他听说这里能够驱除吸血鬼的烦恼。见西美离开，德拉克跳下去继续玩游戏，却不想西美突然折返，一把搂住德拉克，看把人家孩子吓得都化成灰了。因为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西美的行动变得很恐怖，看得罗纳德都心惊肉跳。最后还是答应亚当逃出去。2个人走天花板上的暗道，看到楼上，准备趁西美在事务所时偷偷溜走。然而西美早就在楼上蹲守了。亚当吓得慌不择路，从逃生梯冲向马路，结果迎面而来一辆大卡车。就在他即将被大卡车撞飞去异世界之时，西美突然扑上来将亚当推开，自己却被撞得奄奄一息了。因为他知道亚当其实很温柔，就算他这么纠缠，也没说过他是丑女，所以能为亚当死，他很开心。不愿意让西美就这么死去的亚当咬了西美一口，却没想到西美体内居然潜在着极为强大的吸血鬼素质，竟然直接进化成了吸血鬼女帝。获得重生的女帝抱着她的小轿夫离开，只留下一脸懵逼的大货车司机。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新年，罗纳德回家时，德拉克正在和他爹通话，因为提前和罗纳德有约，德拉克不打算参加家族的新年会，但他爹直接将新年会定在了他所在的新横滨，还要把德拉克和罗纳德邀请上。一听有压岁钱，德拉克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罗纳德当然不同意，他可是吸血鬼猎人，他去参加吸血鬼新年会和硼酸丸子掉进蟑螂窝有什么区别？德拉克表示放心，他向家人隐瞒了罗纳德的身份。罗纳德转念一想，吸血鬼的机会，他身为猎人确实应该去监督。德拉克家族那叫一个大气，年会直接包下了5星级饭店顶楼。德拉克的父亲德拉乌斯非常宠爱儿子，生来就是3包压岁钱。这时德拉克的婶婶露娜走过来，他听德拉克说罗纳德的职业是钢管舞者，问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德拉克插嘴说是在车站表演时认识的，没想到德拉克居然说他是跳钢管舞的。罗纳德发誓回去要宰德拉克5亿次，德拉克也没办法，因为他还没拿城堡毁的事告诉家里人。那座城堡原本是他祖父的，要是家里人知道被毁了，可能有点生气，倒是不会动手，毕竟他们一族对人类十分友善，但打个官司他还是可以的。罗纳德立刻决定自己就是跳钢管舞的。露娜对钢管舞非常感兴趣，一个劲儿在网上搜索他的资料。罗纳德只好编了一个假名叫保罗，万一在网上搜到他真名就完蛋了，到时候罗纳德战绩就会被发现。而他在书中写了城堡被炸毁的事。德拉乌斯对罗纳德很不满，觉得他试图教坏自己的儿子。
露娜为了罗纳德据理力争，任何性癖都应该是被尊重的。比如，他就非常喜欢看年轻男孩跳钢管舞。而就在罗纳德忍受不了准备回去时，德拉克的祖父德拉克一族的真祖当家居然到了。祖父对身为人类的罗纳德很友善，但德拉克一家却像如临大敌一样。祖父他们家族对强大的吸血鬼体力和精力都堪称恐怖。他去年可是以业余活动为由，逼得一组族人陪他玩铁人三项。而今年祖父也没有放过可怜的子孙们，带来了亲手制作的双溜游戏，先抵达终点的人就能获得奖励，而其中的奖品居然就有罗纳德战绩。罗纳德直呼完蛋，要是有人赢得比赛看了小说，那他们死守的秘密就曝光了。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祖父的地狱游戏中胜出，将小说当作奖品回收，不然城堡被炸的事就会被族人们知道。德拉克倒也想好好比，但他的族人都是非常强大的吸血鬼，特别是他的父亲，吸血鬼具有的能力几乎都能使用。但可惜设定规则是站在一族顶点的祖父，而他的游戏从来就没有安全过。祖父布置好之后，开始说明规则，参赛者作为棋子指出骰子前进，比如点数是3就前进3步，掀开板子，根据上面的指示行动。下面设置的是地雷就要被地雷炸，果然是在拿命玩的游戏。为了不反复去世，德拉克和他爹组队，他负责掷骰子，他爹负责前进，可谓是父慈子孝。而德拉乌斯这个儿子控居然还答应了。德拉克掷出5，成功避开了地雷，结果5的盖板下是一株吸血猪笼草。为了不重蹈覆辙，露娜用作弊能力掷出了6，但谁能想到6居然是倒退一格呀，猪笼草乘2。罗纳德大力出奇迹，掷出了4。怎么说呢？命是保住了，但是得穿兔女郎衣服直到游戏结束。但他的选项却让剩下的吸血鬼趋之若鹜。4的格子是安全的，至少比踩地雷好1000倍。在一阵惊心动魄的比拼之后，罗纳德和德拉克遥遥领先，还差5格就能达到终点。结果德拉克手一挥掷出了个4，被迫回到起点。成败就看罗纳德一人了。在求恩的神助攻下，罗纳德成功掷出5到达终点，拿走了自己的小说。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却不想祖父突然提起他路过城堡，发现城堡已经被毁了，这是怎么回事？德拉克毫不犹豫地出卖了罗纳德，把他的身份和经历抖得一干二净。罗纳德心想这下完蛋了，不仅失去了尊严，还要被告得倾家荡产。却没想到得知真相后，德拉乌斯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表示了感谢。他儿子从小就很虚弱，他原本以为德拉克没办法自己活下去，却没想到居然成长到和罗纳德一起打击邪恶的吸血鬼。为了这一切，毁掉1-2座城堡根本不算什么。祖父也对此表示了不在意。于是年会就在罗纳德一拳打飞德拉克的欢快气氛中和平的结束了，真是可喜可贺呢。这个吸血鬼是个变态绅士，只要被他射线击中，所有人都会强制猥琐。店长突然冲进店里大喊不好了，他们罗纳德要给罗女加上一个东西的话，到底是眼镜好还是袜子好？原来他中了吸血鬼外滩叔叔的催眠光线，一旦中招就会变得满嘴猥琐。而外滩叔叔的兴趣就是观看人类自曝性癖后不知所措的样子，比如罗纳德，他非常热爱成熟大姐姐的欧派。至于厨师，因为经验太少，只能发出叽叽叽叽叽的消音词。如果再让这个变态逃窜下去，整座城市都会变成黄腔乐园，每个人都是一台自走的叉 P 扩散机。然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走在大街上只听消音不断，猎人工会都没能幸免，仔细一讲都过不了审。为了对付这个老变态，德拉卡就来奇怪动物以毒攻毒。外叔叔的外滩光线对心中本就是黄色废类的奇怪动物不起作用。奇怪动物表示外叔叔的叉 P 是错误的，叉 P 之门应该由自己开启才显得美丽。随后两鬼谁叉 P 更厉害而展开了讨论，最后两个人居然意气相同，当场结拜为异父异母的叉 P 兄弟。奇怪动物一秒倒戈，要协助外叔叔让全人类陷入歪谈的漩涡中。然而趁两人争辩的空隙，猎人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了。叔叔虽亡，但外滩永远不死。众所周知，坂田是罗纳德黑粉加私生饭，随身携带罗纳德勾亲录像，对罗纳德了如指掌，甚至房子里到处都是他的周边，可谓是恨得越深，爱得越深。而就在今天一早，他被告知他最温柔迷人的妈妈要和罗纳德去约会。听闻这个噩耗的坂田当场螺旋飞天，而得知自己的约会对象是坂田妈妈之后，罗纳德也是心情复杂。罗纳德战绩特别篇在秋天杂志上连载时，福田先生背着他搞了一个和罗纳德半日的约会抽奖，在人肉战俘的威胁下，罗纳德被迫来执行这项粉丝福利。但是能想到他的头号粉丝居然会是高中同学的妈妈，万一要是被坂田知道了，绝对那个天翻地覆，他得想个办法和平收场。可惜事情偏不如他愿，私生黑粉坂田早就追上德拉克，悄悄跟踪他了。坂田会暗中进行这一点出乎德拉克的预料，毕竟按这颗长脚地雷的个性，最可能做的就是扛炮轰过去。但坂田是个大孝子，要是现在他干掉罗纳德，肯定会让妈妈难过。只要让罗纳德在约会中丑态毕露，妈妈就会感到幻灭而清醒。坂田伪装成服务员，拽着德拉克
克来到罗纳德两人约会的餐厅，想趁机把罗纳德餐点换成这里特别的芹菜汉堡排，这样罗纳德就会吐一地，妈妈就会超级失望。然而还没等他心动，餐点就被明美的闺蜜后援团截胡了，他们是绝对不会让半田妨碍这次约会的。计划虽然没有成功，但谁能想到罗纳德自己点的晚饭里居然也有芹菜，吃了一口之后当场一泻千里。但美明看到这一幕，非但没有幻灭，甚至温柔地安慰罗纳德，他早就在罗纳德战绩里知道罗纳德讨厌芹菜了。之后两个人来到海边，边吃可丽饼边看风景。美明非常温柔善良，讨厌欺负孩子和小动物的人，于是半田让德拉克变成小动物去德拉克面前晃，但就德拉克那个变身技术猎奇大破，就算辅佐看到都忍不住要大开杀戒。既然如此，就只好使出绝招了。半田从衣服里拽出了吸血鬼软体动物，说什么都要罗纳德再穿一次高叉泳裤，结果软体动物根本不听他指挥，放出去之后直接跳海自由了。而吸饱了水的软体动物居然变成了巨大个体袭击明美，半田毫不犹豫的飞身救妈，可惜用不着他出场，罗纳德就干净利落的几枪将吸血鬼解决了。那帅气又冷静的姿态让明美疯狂心动，着急救妈而暴露的半田也被发现，明美还以为半田也想和罗纳德约会，好妈妈自然要满足这个愿望，拽着儿子和罗纳德握手。于是这场约会就在半田咬碎牙和罗纳德握手后旋转跳跃入海结束了。赶稿日的罗纳德异常的烦躁，为了能专心写稿，他把一直捣乱的德拉克扔给楼下的熊孩子折磨，结果再一回家，德拉克的父亲德拉克斯居然找上门来了。误认成德拉克的罗纳德上去就一苍蝇拍，却发现对方并没有马上死。德拉克斯非常不满，他千里迢迢的带了伴手礼来看儿子，儿子居然不在。罗纳德心虚的表示，德拉克正在当义工陪小孩，而在没见到儿子之前，德拉克斯说什么都不回去，这也就算了，关键是德拉克斯还严重妨碍他赶稿，一会儿偷看他原稿，一会儿又说他对吸血鬼的功课做得不够，他对德拉克的描写应该再详细一些。说着掏出了随身的德拉克相册以及他的自传，妻子罗纳德给了德拉克斯一下，没有死掉的节奏感还是让他有些不习惯。德拉克斯一听这儿也不干了，难道说罗纳德一直让他儿子碰上会高频率死掉的状况吗？罗纳德也毫不客气，让德拉克不死比养活金鱼都难好吗？德拉克斯又问了球员有没有对他做过分的事情，球员刚想否认，突然想起了罗纳德给他涂大蒜酱臭死德拉克斯的事，居然连一只球鱼都不放过。德拉克斯说什么也不要儿子待在这种地方。罗纳德刚想打发这个麻烦，就突然想起了福建先生的可怕战斧，赶紧改口说要看德拉克本人的意愿。不过到了楼下小公园，德拉克已经不在那儿了，两人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人。而在见识了德拉克认识的朋友后，德拉克斯决定不带儿子走了。他看得出德拉克在这座城市里过得很开心。这时熊孩子找上门，给他们展示了亮晶晶的德拉克泥团子。儿子控父亲德拉克斯当场去世。经过不懈的努力，德拉克终于能变成正常的蝙蝠。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外出买东西给罗纳德和琼恩看看，然而刚从窗户缝里飞出去，他就遭到了鸽子的围攻。厨师寻了路过，救下了被啄得遍体鳞伤的德拉克。他当然没认出来这是德拉克，还对这么小的可爱蝙蝠一见钟情，揣进怀里带回去要当宠物养。德拉克趴在厨师胸口，脚底没得踩，一直打滑，为了不入侵女孩子的衣服深处而保持得非常艰难。德拉克本来想哄得厨师开心给他喝点血，没想到厨师直接把他带走了吸血鬼对策课，万一身份暴露，那可就不是揍一顿那么简单的了。半田一眼就认出厨师带着的不是普通蝙蝠，而就在他一把抓住蝙蝠打算揭发他吸血鬼身份的时候，却听见蝙蝠发出了德拉克的声音，说他是不小心误入这里的，就让半田帮忙蒙混过去。好兄弟的忙当然要帮，然而半田话都说一半了，只能硬着头皮改口，说德拉克不是蝙蝠，而是拟态的非常成功的螃蟹。看得出来他确实不会说谎，但是他倔，指着蝙蝠硬说螃蟹，甚至连百度百科都编好了，他就是螃蟹，以前不是螃蟹，现在也是。队长突然冒出来找他的假胡子，德拉克受到惊吓当场去世，然后就变成了一种更加奇怪的生物。半田硬要掰，说这是从螃蟹卵里孵化出的幼崽。队长小绿毛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怎么看都是个吸血鬼好吗？赶紧送去做检查吧。队长一把抓住德拉克，表示交给他。关上门后，队长把德拉克放地上，他早就认出来这小蝙蝠是罗纳德那里的吸血鬼德拉克了，问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结果厨师突然冲出门，一脚踩死了小蝙蝠。最后德拉克被快递寄付给了罗纳德，至于他的变身术根本没人在乎。球恩想去参加镇上的室内足球大赛，他一直受去罗纳德不放心，于是给他挂了个报警器，让球恩5点之内回来。球恩这天玩得非常开心，回家路上遇到了有店在卖金川烧，球恩想了想，决定今天晚上买点金川烧当伴手礼。城里也发生了孩童绑架案，凶手至今没有落网。虽然孩童失踪的地点不尽相同，但都是在黄昏之后立刻被绑架的，所以犯人应该是吸血鬼。猎人工会和吸血鬼对策课合作组彻查整座城市，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危，他们必须在今晚找到绑架犯。5点已经过了，罗纳德给德拉克打电话去询问，就发现球恩到现在都没有回家。正好球恩给德拉克打来电话，说他会晚一点回去，还没有来得及说明原因，球恩被蝴蝶吓得摔下了公用电话亭。正巧他买的金川烧也到了。
裘恩立马忘了这事，开开心心的拿金川烧，这没想到德拉克和罗纳德却因为裘恩一句救命炸开了锅。难道说裘恩被人绑架了？这个消息瞬间传遍了整座城市，大家都在争相寻找裘恩的踪迹。裘恩完全不知道自己买个饭的功夫怎么突然从失踪人口了，有人想抓他去领赏，裘恩慌不择路的到处逃跑，经历了掉进河里、被鸵鸟追杀、坐错车等一系列艰难险阻，总算是回到了横滨。可他还没见到罗纳德，就又被吸血鬼杀人魔绑架了。罗纳德还在失去了不死之身，杀人魔一直怀恨在心，想利用裘恩当诱饵把罗纳德引出来报仇，却没想到因为裘恩失踪，警局齐齐出动，搞得杀人魔一脸莫名。他刚抓裘恩不到2分钟的时间，怎么就被天罗地网包围了？害得他只能带着裘恩四处躲藏，到处都是寻找裘恩的猎人。无处可藏的杀人魔只有把裘恩送回去自己逃走这一条，却不想遇上了低等级吸血鬼隐身土蜘蛛，抽起裘恩扭头就跑。杀人魔想起来他听到猎人说吸血鬼在绑架小孩，他刚想放任不管，但就这样没办法把裘恩送回去，他也会跟着走投无路，甚至会被当成绑架犯背黑锅，莫名其妙卷入到麻烦当中。裘恩被土蜘蛛绑到一处废弃仓库里，还有其他被绑架的孩子们。裘恩奋力拉响了身上的报警器，土蜘蛛被吓了一跳，抓起裘恩就要把他吸成球鱼干。杀人魔英雄天降一刀解决了土蜘蛛，他对自己身为反派居然救人的行为非常不耻，威胁裘恩不要把这事说出去。正准备离开的时候，裘恩拽住了他的披风，将自己的金川烧分给了杀人魔一个。之后德拉克和罗纳德总算找到了裘恩，被绑架的孩子们也得以获救。裘恩把金川烧送给了德拉克和罗纳德，虽然已经冷掉了，但仍旧非常美味呢。这个吸血鬼也太变态了，猜拳输掉就要偷一件衣服，他把男人扒光之后，居然盯上了性感的修女姐姐。安静美好的夜晚，猎人公会外突然有人大喊吸血鬼来了，居然有吸血鬼敢在猎人公会门口出现，那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这个怪人叫吸血鬼超爱野球拳，自称背负着将野球拳这个传统游戏流传给年轻世代的光荣使命。所谓野球拳，就是猜拳脱衣服。野球拳首先盯上了老实人铁砂，通过催眠强迫对方和他猜拳。罗纳德看不惯这个变态如此嚣张，冲上去准备将其绳之以法，却没想到对方居然张开了野球拳护照，在他玩游戏的这段时间内，没人能打扰他。于是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可怜的铁砂输得一丝不挂，身体侮辱完了，居然还要进行精神侮辱，要铁砂穿上一件超爱野球拳的 T 恤。比完一人之后，他立刻找上另一个人。这个变态也确实有本事，到现在还没输过。猛男脱衣的场面可不多见，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围了一群大妈欢呼喝彩。会长还趁机做起了生意，脱光了个男人后，变态居然盯上了工会里的女孩子，说什么保护文化，他分明就是冲着女人来的，不能再让这个下流的变态为所欲为了。德拉克灵机一动，找来了脱衣服也不会害羞的开花哥，都已经全裸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没想到野球拳居然将规则反过来，说着的人一人穿一件，穿上裤子就感觉自己被玷污的开花哥当场败北。罗纳德决定找人当诱饵，然后趁机在结界上制造缝隙，说着毫不犹豫把德拉克扔了出去。高贵的吸血鬼绝不能在这里被脱光，德拉克情急之下使出裘恩格挡，裘恩失败，因为他没有衣服。变态选择了剃毛，更加变态了好吗？愤怒的德拉克为了给裘恩报仇，选择了作弊，被当场脱衣羞耻而死。所有猎人接连败北，穿上了耻辱 T 恤，最后只剩下了在场的唯一女性玛利亚小姐。玛利亚果断结束了比赛，而她输掉之后第一件脱掉的居然是内裤，只要先把这个脱了，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变态激动的泪流满面，这种底下一丝不挂的感觉，只会让夺取最后一件的色情感变得更加显著啊！眼看玛利亚的衣服越来越少，惨败的男人只能在外面无能狂怒，任何外部的干涉都无法影响内部。难道真的看玛利亚被迫脱光吗？德拉克一语点醒梦中人，只要里头的人动手把他揍扁不就行了吗？于是这场野球拳在玛利亚暴走变态中落下帷幕。变态走了一个又来一个。你见过喜欢激吻帅哥的吸血鬼吗？没错，这个吸血鬼就叫做吸血鬼激情热吻。如果想要击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避开他的亲临文语。罗纳德二话不说，直接一拳将其打飞。铁砂非常羡慕实力强大、人气又高的罗纳德，最近还搞起了吸血鬼和搭档的事，但他却畏畏缩缩，毫不起眼。罗纳德提出可以把德拉克借给他，德拉克也很乐意接受这种素人改造的委托，拍着胸脯保证，只要交给浑身充满个性的他，保证他1天之内大变样。要提升知名度和印象，就得从外表开始改造。德拉克建议走一下西尼亚的性感路线，但是他太害羞了，实在干不出这种事儿。随后德拉克找来报社记者为他提升知名度，然而铁砂干的工作都是非常普通的，根本找不到什么爆点。会长表示铁砂的性格非常温柔，不起眼的幕后工作也总是乐于接受。德拉克提议趁机接一些吸睛的委托，这样知名度就水涨船高了。正好工会接到消息说有吸血鬼出没，正是铁砂展示自我的好机会。这只能够召唤食尸鬼的吸血鬼扬言要破坏礼仪，没错，他不伤人不吸
吸血，而是只会手下乱丢垃圾、践踏草坪，是要做一个不讲文明、没有公德的鬼。而他的名字就叫做吸血鬼违反礼仪，什么霸占游乐园器材、把水灌到沙池里，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熊孩子。而工会驱逐他的理由也简单，害怕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德拉克忍不住吐槽，铁莎该不会天生吸引不起眼又小家子气的食物吧？面对这种熊孩子，铁莎的呵斥也毫无威慑力，甚至还被食尸鬼扒了裤子。见猎人对他没招，吸血鬼更加猖狂，什么偷厕所的厕纸往德拉克的灰堆里扔灰，总之场面非常混乱。直到吸血鬼一脚踹飞了想为德拉克主持公道的裘恩，一直没脾气的铁莎登场发飙，一拳在吸血鬼耳边砸出深坑，居然敢当他的面欺负小孩子，下次砸碎的可就是他的脑袋了。熊孩子被吓得光速投降。发飙之后，别人还没说什么，铁莎自己倒先害羞了。原来之前的铁莎是个超级狂野的不良，后来改头换面成了猎人。记者把之前报道的新闻拿给他们看，然而上面记载的却是铁莎被食尸鬼脱裤子的丑照。罗纳德安慰铁莎，想证明就是这么一回事。猎人小队又接到了一个委托，海水浴场海之街的店长在电话中表示，出现怪东西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但是海滩上却并没有什么异常。而就在他们以为来错地方的时候，沙滩上的游客突然开始集体脱衣，他们每个人都穿了一个非常小的比基尼，还邀请猎人也脱衣加入他们。这群人明显被吸血鬼催眠了。铁莎为了救被包围的德拉克被咬了一口，他身上的衣服瞬间消失，然后穿上了和其他人一样的微小比基尼。而做出这一切的正是吸血鬼微小比基尼。这一集怎么全是变态啊？七个秀！被微小比基尼咬到的人就会染上比基尼病毒，而这个吸血鬼的最终目的则是用他的微波感染整个世界，让所有人都穿上微小比基尼。被微小比基尼追杀的猎人们只好先躲进海边小屋，他们只是被感染的普通人，不能出手攻击。休特这时站出来表示他来当诱饵，让队友趁机快逃，因为他已经被咬到了，迟早都会被感染。而后有追兵，前有猛火，沙滩上到处都是微小比基尼。靠着德拉克舍身做沙堡，罗纳德和玛利亚一路冲入吸血鬼大本营。狡猾的吸血鬼居然召唤了休特和铁莎来对付他们。玛利亚一把拽下休特的比基尼，这种东西根本不适合他了。没想到脱下比基尼之后，休特恢复了正常，虽然脱光光了，但现在局面又变成了4对1。吸血鬼还不死心，瞬移咬了玛利亚一口。然而这小小的布料根本容纳不下玛利亚宽广的胸怀，他一挺胸就将比基尼轻松崩断。罗纳德趁机将吸血鬼撞进海里，两个人撕扯间，吸血鬼咬了罗纳德一口，本以为胜券在握，下一秒一个浪头打过来，吸血鬼的比基尼离他而去，失去力量源泉的吸血鬼被罗纳德一拳打飞。问题是解决了，但光着屁股他们该怎么回去呢？城里举办了夏日祭典，罗纳德和厨师的工作是巡查祭典，逮捕在庙上胡闹的吸血鬼。然而3人刚走进祭典，就遇到了在买天竺葵的开花哥，利用圈套激吻帅哥的激吻姐，躲在捞鱼池里的吸血鬼金鱼，买香蕉的脱衣哥，搞破坏的没礼貌哥，等等等等，牛鬼蛇神。吸血鬼的数量实在太多了，他们根本应付不过来，眼看就和人类产生冲突。吸血鬼女帝西梅小姐突然降临，这是一场难得的祭典，人类和吸血鬼都应该停止争吵，和睦相处。在女帝的号召下，祭典终于顺利的进行下去。你能想象得到吗？鲁莉居然在庙会上撞鬼了。一晚上都在维护治安的厨师累得不行，他走到无人处准备休息一下，却发现这里有一条破旧的小路。他出于好奇走进去查看，却不想误入了另一个时空。就在他即将被白色鬼影带走之时，一个黑影突然拍开鬼手，抓着他往外跑。匆忙间，黑影的鞋被拽到一只，耳边传来德拉克的呼唤。厨师突然清醒过来，原来他一直在神社旁发愣。他想询问德拉克刚才的梦境是不是真的，但德拉克却没有什么异常。祭典快要结束了，人类和吸血鬼抬起了女帝神教，大家都围上去观看。厨师这才发现德拉克的鞋子不知何时少了一只。吸血鬼研究所的所长是个非常傲慢的天才，研究所为了研究而创造出一种生物，虽然吸血鬼很少，本身也不凶残，但是会寄生其他生物，还有催眠吸引的能力。研究所不小心把这东西放跑了，所以委托罗纳德和德拉克把这东西抓回来。那只吸血鬼会散发强烈的魅惑性费洛蒙，一旦被寄生就会变得超有异性缘，最可怕的是被寄生的位置是下腹部，看上去就像一对巨大的蛋蛋。罗纳德本来非常心动，一想到这个还是算了，他实在不想到有笨蛋不惜这样也要获得异性缘。说笨蛋，笨蛋就到。便利店父子接连被巨大蛋蛋寄生，而在失去吸血虫后，他们又立刻被抛弃，对比可谓非常的惨烈。追捕途中，吸血鬼被奇怪生物抢走，他已经听说了，只要装上这个，世界就会变成充满奶汁的世界。而这次他吸引的不是年轻女性，还有中年大妈和野人鸵鸟。受到惊吓的奇怪动物当场尾回了原形，他居然还是个白白嫩嫩的小帅哥，这谁能想象得到？而且在接连寄生了杀人魔和开花哥之后，吸血虫的力量再次增强，魅惑居然不分性别和种族了。而吸血鬼最后选定的寄生对象居然是裘恩，他提升着最高点的魅惑之力，和裘恩与生俱来的魅力产生共鸣，不管男女老少瞬间被迷倒，裘恩教应运而生。最后吸饱了血的吸血虫被送回研究所，皆大欢喜，圆满收场。
某个没有吸血鬼捣乱的祥和夜晚，闲着没事的德拉克把吸血鬼画的芹菜扔进了罗纳德的浴室，跑进工会采访猎人。此次采访的重点是一直出现的画面边边带着鸭子头的男人。猎人都对这位瓦摩涅先生非常尊重，对方虽然出于兴趣带着鸭子头，但却是个击败了各种吸血鬼经验老道的猎人。他有一把特殊的大太刀葱，驱逐总数也是横滨第一，受到不分男女老少的欢迎。而他也是罗纳德师傅会长曾经的战友，甚至还会即兴舞蹈。猎人的服装就是各种兴趣的结晶。随后德拉克相继采访了其他猎人服装特色，最后采访以闯入工会基文姐被群殴而告终。德拉克回到事务所，罗纳德光着屁股从浴室惨叫着冲出，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呐。这座城市彻底被黄段子占领了，只有说出黄段子越多的人才能获得强大的力量。罗纳德走在路上，发现基文杰正在被帅哥欲行不轨，他冲上去打抱不平，却不想拳头居然绵软无力，而且基文杰口出狂言，瞬间将他击败了。外坛叔叔居然和脱衣男联手搞出了外坛结界，在这个疯狂的结界里，武力根本没有用，外坛才是一切的力量。说着，脱衣男大喊保守女孩穿性感内衣最赞，一拳将罗纳德打飞后，和外坛叔叔逃之夭夭。他们要在这座外坛世纪末都市里尽情享受，谁无法阻止他们？不说外坛就没有力量。德拉克一脸幸灾乐祸的鼓励罗纳德赶紧口出狂言，奋起战斗。然而罗纳德还是太嫩了，只会说欧派的他打出的攻击跟飞虫没什么两样。德拉克恨铁不成钢，倒是多展现一些他肮脏的内在呀。这时奇怪动物赶了过来，罗纳德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援军，没想到奇怪动物居然登场叛变，用不堪入目的话对罗纳德进行物理攻击。因为他只要在这个时候趁机作乱，就会有女性猎人一边说色色的话一边来驱逐他，为此就算舍弃一切也在所不惜。面对两个变态动物的围攻，罗纳德危在旦夕。这时休特赶到，用他最喜欢有毛女孩子的无敌论调和奇怪动物打得平分秋色。街上已经陷入混乱，猎人们没法好好战斗，还有吸血鬼在趁机作乱。休特仿若身经百战的战士，他让德拉克赶紧带着罗纳德逃走，因为只会大喊欧派的罗纳德完全就是个累赘，他会用自己丰富的外坛储备来结束这一切的。而且他相信最真实的罗纳德也得有打破这个结界的能力，对好兄弟那方面的信赖还真是糟糕。罗纳德流下了不甘的泪水，他真的好想变强啊。德拉克忍不住吐槽，他这懊悔的泪水不能流到其他更好的场面再流吗？外坛叔叔和脱衣男再次出现，不堪嘲讽的罗纳德准备再次战斗，然而在堪比虫子一样的词汇量根本不管用，反而被脱衣男一顿吊打。觉悟吧处男，你和我在叉屁方面的觉悟差得太多了，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呀？德拉克跑去搬救兵，宫中突然闪过一道光芒，德拉乌斯出现救下了罗纳德。他本来是来探望儿子，却没想到这里变成如此低俗的城市。他大喊着让罗纳德站起来，他那样还像个猎人吗？在德拉乌斯这个成年人的调教下，罗纳德的外坛能力瞬间暴涨。外坛叔叔大惊，他们谈论外坛，彼此切磋，这才是外坛真正该有的模样，也就是外坛化。一本正经讨论这些东西也太奇怪了吧？脱衣男在外坛化的强大力量下被击飞，外坛结界解除，城市又恢复了原样。德拉乌斯并不打算对外坛叔叔出手，就算揍他一顿，这个老变态也仍旧不知悔改。德拉乌斯很庆幸自己的德拉克受害之前结束了战斗，结果一回头，他的乖儿子就在身后，并且听到了他的整场外谈，慈父形象全毁。德拉乌斯悲愤地痛揍了外坛叔叔一顿。罗纳德对德拉克时不时将球恩当挡箭牌和玩具的做法非常不满，他不明白球恩为什么会对德拉克这么死心塌地。于是德拉克讲起了他和球恩的故事。那时候他还在城堡和家族一起生活着，祖父想去南美度假并欣赏奇珍异兽，于是买了一栋别墅，带着全家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到了南美之后，祖父就到处狩猎野兽。这一天，他给德拉乌斯带回了一只绿皮红眼怪，并捡回了一只受伤的小球鱼交给德拉克照顾。这就是他和裘恩的初遇。德拉克给裘恩治好了伤，准备让裘恩成为自己的使魔，到时候他们一起在城堡里生活。德拉克给裘恩看了他居住在城堡里的照片，晚上带裘恩一起去摘苹果。这时父亲飞过来告诉德拉克，今晚他们就要离开了。然而就在两人交谈的功夫，裘恩突然不见了。裘恩原本打算多摘一些苹果让德拉克开心，却不想半路遇到了他族群被吸血大蚊子袭击。裘恩为了保护小球鱼和赶来的德拉克联手击败了大蚊子，裘恩就此成为了族群的英雄。德拉克意识到裘恩比起成为他的使魔，和同伴待在一起才能获得幸福，于是德拉克将裘恩托付给了他的族群，自己个家人悄悄地离开了。裘恩第二天醒来，却被告知德拉克已走。他赶到城堡，但那里已经空无一人。于是裘恩翻出了德拉克城堡的照片，告别族群，踏上了寻找主人的旅途。裘恩四处漂泊，终于在两个路人口中得知，山的另一边有一座一样的吸血鬼城堡，而德拉克同样在想念着裘恩，甚至睹物思球鱼，在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球形物品。他出门散心，遇到非洲大鸵鸟袭击，这时一颗滚动的球状物飞来抱了大鸵鸟的局，并一头撞进他的怀里。没想到裘恩居然会漂洋过海过来寻找他。德拉克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和裘恩分开。
就这样，喝下吸血鬼精鲜血的裘恩成了他的使魔。罗纳德酸得要命，并狠狠揍了德拉克一顿。裘恩这么真心仰慕他，就不要把人家当玩具玩啊，混蛋！城市里新来了一只蜘蛛精吸血鬼，他刚进入城市就遇上了德拉克。德拉克试图用自己高等吸血鬼的力量威慑对方离开这里，可惜踢到一块铁板，蜘蛛精强了一匹，下一秒德拉克就化成灰被装进了瓶里。蜘蛛精本打算将德拉克扔进河里，却听德拉克说这座城里强者云集，他很快就会被驱逐掉。蜘蛛精一下来了兴趣，打算吃一个猎人给德拉克看。事到如今，德拉克只能期待罗纳德将他救出来了。说猎人，猎人就到。罗纳德突然出现，而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在看到蜘蛛精傲人的雄伟后，当场被迷得神魂颠倒，满脑子都是欧派。德拉克在瓶子里大喊着这家伙是吸血鬼，可惜没人能听到他的声音。蜘蛛精打算将罗纳德骗到手，吸干他的血。他主动用欧派贴上罗纳德，希望猎人先生能带他参观一下这座城市。罗纳德义不容辞，开始用手机搜索著名约会景点。蜘蛛精本打算把罗纳德灌醉，结果这个直男完全听不懂暗示，非要带他去什么约会景点看夜景。蜘蛛精只好改变策略，等到没人的地方再动手。两个人一路尬聊，总算到了目的地。蜘蛛精迫不及待地伸出触手扑向罗纳德，却不想罗纳德突然回头给了他一枪。此时的罗纳德哪里还有之前痴汉的样子，眼这么一出烂俗的约会戏码并非他所愿，都是为了把他引到这里。这时蜘蛛精才发现他已经被猎人和吸血鬼对策客包围了。被戏耍的蜘蛛精愤怒地变回原形，发誓要将这圈蝼蚁全部变成他的晚餐，然后就被众路高手联手痛殴了一顿。按照罗纳德的实力，不演这场戏其实也能轻松解决，但主要是怕对方在有人的地方大闹起来。其他城市早就发出了警戒令，罗纳德从一开始就看出他不是人，不仅是因为蜘蛛精在他介绍之前就叫了他猎人先生，更因为他这么丝毫没有异性缘的人是绝对碰不到美女搭讪这种好事的。今晚是万圣节，睡在沙发上的罗纳德突然被靠刺成游戏主角的德拉克吓醒，开门一看，他们家居然成了吸血鬼和人类的变装派对。这种情况下，你到底是怎么睡得着的呀？德拉克一早发出邀请函，凡是参加万圣节派对的人吃喝通通免费。不仅如此，德拉克还策划罗纳德跳钢管舞。这一次派对我愿称之为完结前登场人物一览总结。而就在气氛正嗨时，吸血鬼微笑比基尼突然入侵，要将万圣节派对变成比基尼天堂。而就在他支配了普通人类，强迫大家一起换上比基尼时，德拉克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紧接着开始给众人分发宾果卡片，而被他拍过的人轻松恢复了正常。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德拉克什么时候有这本事？而这时，另一个德拉克突然推门而入。房间里的德拉克不是真正的德拉克，而是他的祖父。祖父变装成亲孙子，居然只是为了玩这么一发。被说中的祖父变回原形，并不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对，而且还觉得罗纳德家太过狭窄，于是又举办了第二次狂欢派对。不管罗纳德乐不乐意，他这个钢管舞今天都跳定了。两个游戏宅男玩游戏玩得太凶，导致家里游戏机彻底报废。两个人在谁掏钱买新主机上发生了争吵，于是决定用一种公平的方式来决定谁当这个冤大头。德拉克提议他们将各种决斗方式写在纸上，然后随机抽取一张纸，输的人就要掏钱买新游戏机，由他们养在家里的秃眼金鱼当裁判，每人写30张进去，5局3胜。第一局比瞪眼，将牛奶含在嘴里，先喷出来就算输。两个人用尽方法想让对方先喷出来，结果双双同归于尽，打成平手。第二轮身体柔软度，德拉克惨败。第3轮的题目是德拉克写的，虽然什么都没讲，但却什么都讲了，台词模仿。德拉克通过模仿罗纳德轻松取胜。第4局是写牌局，两个文盲打成了平局。最后一项穿上热舞装，两个人想了想，还是决定每人各出一半。新的游戏机买了回来，结果两个人又因为玩什么起了争执，还是不可避免的用热舞一决胜负了呢。吸血鬼必须死第1季完结撒花。